老公给我下药让我流产，我装作是意外，和他相亲相爱。毕竟我是个演员，他操作失误导致患者丢了性命上了热搜。我教他2招，没花钱摆平麻烦，反倒赚了不少钱。毕竟婚内财产有我的一半。他被我送进精神病院，隔天他就自缢。咦，他这么快就认输？可是我还没演完啊！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老公陈磊破天荒要陪我逛街吃饭，看他体贴的样子，我只能尽力应付。其实我有点心不在焉。前几天医生告诉我的情况，我一直在犹豫着要怎么开口。回来后，我觉得小腹有明显的绞痛。进了卫生间后，发现我见红了，我急得大喊：“老公，快点送我去医院！我见红了。”我俩结婚5年，从没避孕，但是一直怀不上。现在好不容易怀了3个月，为了这个孩子，我已经让自己从小剧本里戏份不多的角色变成了群众演员。陈磊冲进卫生间，确定我见红了，竟然慢悠悠地走出去，丢下一句话：“小事。”我惊慌失措，怎么可能是小事？你自己是医生，没看到这出血量不一般吗？你快开车带我去医院。可是他充耳不闻，进了书房，砰一声关上了门。我也没心思和他吵架，抹掉眼泪，赶紧自己搭车去医院。医生检查后告诉我，你流产了。我双手捂住脸，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明明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流产呢？你家属呢？怎么没来？家属2个字让我顿时清醒了。我想起发现怀孕1个月的时候，跟陈磊说了这件事。当时他根本就不开心，养孩子太累，你又没给我工作上带来什么好处，趁现在刚有赶紧打掉。我不同意。结婚多年，婆婆一直催生，陈磊并没有反对，还说怀不上是我的问题，好不容易怀了，怎能不要？只是陈磊没有继续劝我打掉，我以为他同意了。第2天，他还给我买了一杯热奶茶。平常我偶尔喝奶茶，陈磊总嫌弃我浪费钱，所以我觉得那天的奶茶特别甜。可是隔天就收到陈磊发来的消息，我给你奶茶里下了药，那会让你生个畸形儿，所以你赶紧去打掉。当时我特别生气，和他吵了一架。孩子是他的，他怎么能这样对孩子？因为这事，接下来的2个月里，我们冷战了几次。最近他又主动关心我了，我以为他接受了孩子的存在，所以他不仅带我出去逛街吃饭，还陪我散步聊天。我不愿意去怀疑枕边人，但是我还是掏出手机调出监控。幸亏怀孕后我买了各种母婴产品，包括监控器，没想到用到了这里，也就让我看到了这让人窒息的一幕。陈磊从兜里掏出了2种药，把药放进杯子里，搅拌均匀后，再倒进了他买的奶茶杯里。那奶茶似乎特别甜，我喝得干干净净。原来我喝下的是斩断一切的药。我流着冷汗问医生，如果我是被人故意下了堕胎药呢？医生盯着我叹气，谁给你喝的？你这月份大了是不能做药流的，怎么这么没有常识？你现在还得进行清宫手术，手术也是有风险的，万一造成终身不孕呢？医生还告诉我，服药的那几个小时内激素含量是最高的，流产后几个小时内数值就会吸收得干干净净，数值就会下降到查不出来。陈磊对我下毒手，我不能心软，不然拖下去顶多只能告他轻伤，罚500元，拘留5天而已。我让医生给我开做激素数值检查单子，1日敷700日恩。陈磊亲手除掉孩子，我俩之间也只剩下仇了。
我带着报告和监控视频进了派出所，我要告他故意伤害罪。陈磊匆匆赶来，知道我流产了，他嘴角扬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。你怎么事那么多？我们是夫妻，你告我干嘛？民警询问陈磊我所讲述的是否真实。陈磊一开始不肯承认，看到监控视频后才承认了，但是他却对我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。如果你告我，那我就跟你离婚。我现在就马上给你妈打电话，她应该不会希望你离婚的。我愣住了，我从小在单亲家庭中长大，我妈唯一的心愿就是我这辈子就结一次婚，然后幸福到终老。最近我妈人身体不好，她能经得起我离婚这事吗？我和陈磊的原生家庭情况是一样的，没想到曾经的惺惺相惜，如今化成他扎向我的利器。看着陈磊越来越憋不住的笑脸，我掏出手机打给我妈。妈，陈磊给我下了2次堕胎药，打掉了孩子，我要告他，他威胁我要离婚，还要告诉你，让你气死。妈，与其你气死，不如气死陈磊，你说呢？我妈足足沉默了几分钟，久到我怕她要我和世俗妥协。好在她终于又勇敢了一次，离吧，命重要，但是该拿的钱1分也不能少。挂掉电话那一刻，我就有了新的计划，婚是要离的，但不是现在。这下陈磊倒是气急败坏了，你确定你要告我？你知道一旦立案，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影响，我还怎么继续当医生？我是一时冲动，不想要孩子而已。你看看生活压力多大，你有你热爱的工作，2人世界不是挺好的吗？说完，陈磊走向我，想揽住我。以前他一哄我就顺着台阶下，这次我推开他，冷冷地说：“这是我没办法，就这么算了。万一我运气不好，连命也没了，告你是必须的。”陈磊咬牙切齿：“你一定要闹到这地步吗？我以后会好好爱你，一辈子补偿你的。”我不知道他怎能如此厚脸皮说出这种一文不值的承诺，但我也不会上当，除非你把你名下的财产分1半给我，还要做公证，是我个人财产，不属于婚内财产，我就不告你。陈磊瞪大眼睛：“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你跟我计较这么多？”我转脸告诉民警，我要告他。陈磊垂头丧气拉住了我：“公证就公证。”我俩回家带了证件，就直接去做了公证。拿着公证材料，我松了口气。除了婚内共同财产，陈磊名下另外1套房子，30万存款作为我个人的婚前财产，所以陈磊继续当他的规培生，我继续当我的18线小演员。这天我刚下戏，还没卸妆，就有个女人找上我。我还以为是我的粉丝，又或者是我那瞧不起我的双标婆婆，没想到是陈磊的亲粉丝。人家一来就说：“林双，我是谢欣，我怀了陈磊的儿子，所以你们赶紧离婚吧。”这么俗套的情节也发生在我身上。原来陈磊不是不想当爸爸，而是不想和我生孩子。我该怎么办？打渣男还是打小三？正当我在思考的时候，谢欣又开口了：“你要怎样才能离开陈磊？开个价，我给。”啊，原来是富婆，这下我赚了。我用力拍了下桌子，翘起了2郎腿。做梦，我不会离婚的，我就要耗着你们，让你当过街老鼠，让你的小孩当私生子。谢欣伸出1个巴掌，我立马往后一闪。我不打人，也不能被打呀。他却慢悠悠地说：“50万，作为你和陈磊离婚的补偿。”我在心里打了个算盘，我目前接戏的片酬，我的年纪和行业的内卷程度，我立马拍板，你立马转钱，我立马离婚。谢欣白了我一眼：“我还以为你很爱他，原来你是个拜金女。陈磊不好吗？
比不上50万。我换了个姿势，你说的对，男人比钱重要。那我不要钱了，也不离婚了。谢欣气急败坏，你一个成年人，好意思说话不算话？你到底离不离？60万我就离，多说一句加10万。你不道德，我更不道德。谢欣恨不得把我吃了。我淡定地看着他不说话。最后，谢欣心不甘情不愿地想转钱给我，我直接让他转给陈磊。谢欣一听，高兴地扬了眉毛，马上转账，还把转账成功的记录给我看。我当着他的面前，立马给陈磊打电话：“你是不是收到60万转账了？那是你的小情人谢欣对你真爱的证据。我有成人之美，你抽个时间和我去离婚。”说完，我立马挂掉电话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剩下的就看陈磊了。你记得多给他吹耳边风。谢欣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算你识相。我美滋滋地笑了，这钱真好赚。谁要离婚？这钱是在陈磊卡里没错，但是我也能花。而且万一回头谢欣要告我敲诈，我岂不是要去踩缝纫机？所以谁收钱谁去踩。笑死了，我可是个演员，我随时随地都能演一段戏。既然是演戏，那答应谢欣说要离婚当然都是假的。没想到陈磊也不是特别想离婚，他担心离婚的事影响他在医院的声誉。他想要娥皇女英也行，我顺着台阶下。好，不离，我事业不稳定，婚姻至少要稳定些。达成一致后，我私下找了认识的狗仔去打听谢欣的情况。原来谢欣和陈磊是同事，人家是个外科医生，也是院长的独生女，这条件看上去也不错。怎么就看上陈磊这个没啥背景的规培生呢？重点是院长并不喜欢陈磊，觉得他作风不正，有妇之夫，还乱搞男女关系。而且医院里还有其他优秀的单身医生，婚迟迟没离。谢欣早就等不及了，她找了婆婆来推波助澜。我流产后，婆婆没有安慰我，反而冷嘲热讽：“你人不怎样，难怪连孩子都保不住。你的孩子没福气，也不配当陈家的孩子。”得知我拿了陈磊一套房，还有钱，更是恨不得把我生吞了。如今谢欣怀了她的宝贝孙子，婆婆可开心了，10句话里都是逼我离婚的。我干嘛要让她称心如意？于是我给她分析：妈，陈磊在医院多年，也该升职了。他有多少竞争对手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觉得他优秀，现在优秀是标配，更重要的讲究人脉关系。我们要是离个婚，等于有把柄在人家手上。再说了，我们得好好利用谢欣这个关系，等陈磊当上主治医师，甚至爬上更高的职位，到时间我们再悄悄离婚。陈磊和婆婆怀疑地看着我，我只好说实话，只要你们在钱上没有亏待我，我自然和你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人。再说了，如果我要是真心想离婚，谢欣给的那60万我早就私吞了，还会让他打给你吗？看我一副钻钱眼的样子，母子俩忍不住点了点头。妈，你放心，谢欣的孩子我肯定不会当做自己的孩子，但是我不会阻止陈磊抚养他的。陈磊忍不住问我：“你说谢欣要怎么帮我？”我笑了：“钱和人脉呀，钱给你投资，人脉让你知道该去投资哪些有赚头的风口。”陈磊摇头：“哪里有那么容易？他爸爸根本就不搭理我。”我摆摆手：“小事，他肚里不是有个重量级砝码，难不成要打掉？你要在你们院长面前多做些事，让他对你有好印象。不是你该做的，你也要抢着去做。当个优秀的劳模，升职是小事，你的目标要放远点，比如说院长的职位，比如说更长远的前景。到时候你比院长厉害，
你还怕他不同意你和谢欣的事？我的画饼大计让陈磊和婆婆眼睛闪烁的比星星还要耀眼。在我的建议下，陈磊果然比以前还拼命了。不过，意外来临的结果并不是我想要的。一则新闻上了本地热搜：某医院规培生操作失误，让患者丢了性命。点进去一看，是陈磊所在的医院。看完后觉得真让人难受。谁知陈磊的电话就打来了：“你看到新闻了吗？那个规培生是我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新闻都出来了，你才跟我说。我以为压得住的。”谢欣说：“哪家医院没有遇到过医闹？叫我冷处理就好了。”我冷笑：“人命的事还能冷处理？医者仁心，被狗吃了。那新闻上的事是真的吗？你操作失误？”陈磊叹了口气。我也是一时恍惚恍神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想起新闻上说的，那位规培生2次操作失误，导致患者当时就生命垂危了，而医生护士冲进操作间进行抢救了40分钟，并没有带患者到 ICU。出事后，涉事医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，没有打电话道歉，也不承认自身责任。医院也保持冷处理态度。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患者家属走了民事案件司法程序。新闻也跟着出来了，陈磊还在狡辩，原先是值班医生要操作的，但是我为了争取在院长面前表现，所以自己抢过来做了。我无奈，没那个金刚钻，你揽那个瓷器活干嘛？事已至此，你还是赔钱吧。陈磊不甘心，我就那么点钱，还要赔出去？医院也有责任，不是我全部的责任。钱是身外之物，可以挣，人家亲人已经没了，你还在乎你的钱？我要是不推波助澜，我都对不起我演员这个身份。我私下找到当时操作间的值班吴医生，人家很淡定，医院要我也承担责任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因为陈磊非要抢我的活，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但是我的直属领导却暗示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陈磊和谢欣关系密切。我沉思后问道：“现在这事闹得满城风雨，说不定最后要你来承担。你没有备选计划吗？你们不是有监控吗？你没有社交账号吗？必要时可以用来自保，大不了闹大。”吴医生开口淡定地说：“我自有办法。”事情一天没有解决，陈磊的处境就很难。他虽然还在上班，但是已经没有排他挂号值班了。陈磊的精神状态不好，回来还开始喝酒，有时候还对我吼：“没事，吼吧，天花板吊灯那里有个小监控等着你。”虽然之前因为下药，陈磊就把我装的监控拆了，但是没关系，他拆一个，我装10个。患者家属要陈磊要么赔命，要么赔钱。至于赔钱，患者一开口就是200万，陈磊拖着不想给钱也没钱。人家患者要么去医院闹，也不知道从哪得来的地址，闹完医院就来家里闹，而且有小道消息，最近上面要彻查医疗机构。谢欣脑袋还没来及清醒，就被院长下令要求远离陈磊。陈磊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现在要怎么办？我没钱，谁来帮我？我心里笑嘻嘻，脸上一副比他们还着急的样子。关键时刻还是要原配才能和你共患难，小三儿都不靠谱。现在我有2个办法，可以让你保住钱，还摆平麻烦。首先，我们离婚，你把钱都转移到我名下，等于你名下没有任何财产，没有钱你怎么赔？就算法院强制你执行，你没钱也没办法。母子俩果然是亲生的，一听都立马否决。你要是跑路了，我钱往哪追？我耸了耸肩，那我没办法了，我的婚前财产不可能给你，
咱俩婚内财产也没几毛钱，要不然你赔命。陈磊耷拉着头不说话，婆婆瞪着我，那我们去公证，证明钱不是你的，那公证也等于是证据，那还是得执行。母子俩不说话了，我顺势拱起来了，再来，你们去众筹平台筹钱，1天之内200万到账不是问题。陈磊否决了，众筹平台也要你真的生病了才能去申请，小事，化个受伤的妆就好了。你以为电视剧那些演员受伤的戏是真的？陈磊白了我一眼，你以为在演戏？这是生活呀，就算要在平台筹钱，那也是要有相关医院的检查报告。我假装犹豫了一会，吞吞吐吐的，实在不行就只能妈以身试险了。什么？母子俩异口同声，妈，你不是嫌弃楼下邻居养了只大狗，老是乱叫扰你清梦吗？你可以让自己被狗咬了，然后让邻居赔钱，还可以去平台筹钱啊。筹到钱了，你把钱取出来，不就可以拿去还债了吗？陈磊白了我一眼，你以为那是自己银行账号能自己取的？那上面的费用都是用来支付治疗费用的。我笑了，你以为平台是慈善机构，他们不需要从中收取费用？这其中有很多操作空间的。算了，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，毕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不然你打给谢欣看看，他肯定有钱。婆婆催促，对对对，儿子，问下小欣，她那么爱你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她肯定会帮你的。陈磊带着希望给谢欣打了电话，小欣，你还好吗？你帮帮我。谢欣哭哭啼啼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没这么多钱，我爸不肯给我钱。陈磊，你电话就被挂了，再打过去就是关机了。陈磊和婆婆傻眼了，我摊了摊双手，以我的智商，目前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，不用到处借钱，也不用还钱，不然你看看你们陈家有没有亲戚能借钱给你们？陈磊不说话，婆婆叹气，我继续拱火，我是真的觉得我这2个办法挺好的。婆婆大叫，好，那你为什么不去？呵，还有脸说出这话？我当下用力拍了下桌子，冷了脸。妈，陈磊害我失去了孩子，虽然我不想离婚，但是我还没有完全原谅他，我没办法做到替他被狗咬，我又不是他妈。婆婆被我噎了一下，悻悻地闭嘴了。我再次提出建议，不然那就让陈磊去被狗咬，刚好避避风口，当一回弱者呗。反正你是医生，又是男人，知道如何要人命，也自然懂得如何不伤到自己的要害。陈磊看着我没说话，又看着婆婆，妈，要不你去吧。婆婆愣住了，没说话。婆婆看看我，又看看陈磊，咬牙点了头。第2天，婆婆找了个由头，准备去砸人家的狗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婆婆要我陪着她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去了。狗肯定是会反击的。婆婆本来设想是被狗咬一下子就赶紧跑的，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机关算尽也算不过一只狗。婆婆被咬得皮开肉绽，根本不需要演戏。我看着现场画面，触目惊心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可是再令人不寒而栗，都没有那天我在医院流掉的那些血来的触目惊心。我报警打了120，把婆婆送进了医院。婆婆身上多处被咬伤，还挺危险的。要怪就怪陈磊，虽然主意是我提的，但是我还是建议陈磊自己亲自去做这件事，毕竟他还年轻，但是他不愿意犯险。婆婆愿意去，他们母子情深，不关我的事。陈磊身上没钱，婆婆不舍得掏钱，治疗费我掏了一些，也没有掏全部。当天，陈磊还没有主动发起募捐，就有个长得鼠头鼠脑的男人找上门了。他自称是某个众筹平台负责人，
专门为需要急救的人解决治疗费用问题。当然了，作为平台，他们是要从中收取一定费用的。那个平台名字从来没听过，看上去很不靠谱。陈磊支支吾吾，还是没开口。我看着男人，指着陈磊说：“现在他挺需要钱的，你有没有有效又快的办法？”男人眼里闪过一丝金光。陈磊看看我，又看看男人，踌躇不前。我把挽在手上的西装给陈磊穿上去，在他耳边低声开口：“你们找个人少的地方去聊。”陈磊点了点头，示意男人。两人快速出了病房。我看着手机里实时收到的录音声，听着他们在商量如何收分成，笑了。隔天，陈磊就在众筹网站上发起了250万的募捐，这数字真不错，不到1天时间就已经募捐好了。我立马登了小号，拿出自己早就写好的小作文发上去了，标题很吸人眼球：普通人如何1天怒赚250万，这吸金能力堪比顶流明星。果然，小作文在网上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争议。网上基本分成2派的评议，一派认为陈磊为母募捐情有可原，老人家以后要靠药物维持健康，儿子想为老人多争取一重保障也是情有可原。另一派则怀疑陈磊募捐背后真正目的，如果真的爱妈妈的话，第一反应不是去募捐，而是应该凑齐身上所有的钱，或者卖房卖车，实在没办法了再请大家帮忙。我是物业管理，我说句话，当天我们工作人员也跟着去了，也付了部分医疗费。我是邻居，我说句话，我家狗狗从来不会主动咬人，是这位老太太主动挑衅的。狗狗不是人，不懂控制自己，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。出于人道主义，我也去了医院，也付了些钱，后续相关费用我也愿意付我应该付的，毕竟我是人，要有做人的自觉。我的小号顺势丢下这么一句话：陈磊是个医生，我记得他家是有车有房的，进医院第2天就众筹，没有卖房卖车，更没有向周围亲戚朋友借钱。这背后的原因我不敢说，听说陈磊就是前一个热搜操作失误的规培生。紧跟着我这条评论，网友们瞬间化身为福尔摩斯大侦探，我看他们就是故意利用大家的善心。募捐250万，真正用途是什么？被狗咬了，真的需要这么多治疗费用吗？这钱是根据什么来算的？陈磊看到这样的热搜，一下子慌了，他立马用自己的账号发出声明：我是陈磊本人，我妈被狗咬了，维权需要时间，但我妈治病等不了，只能先募集捐款，所有众筹款都是打到医院账户，全部用于我妈治疗。如果后续有剩余，我会捐给慈善基金，请大家放心。我的小号立马回应：怎么放心？楼主你在避重就轻，250万的募捐数额你没有做出具体说明，也没有告知相关使用明细，你是打算把这钱用来养老的吗？陈磊对此评论没有回应。大 V 跟帖指出，陈磊妈妈的情况并不符合募捐规定，因为众筹平台规定，金额超过50万元时，需要提交医疗机构书面证明。婆婆所在的医院立马表示，我方并没有出具任何相关的费用证明，但是平台的人没有出来回应。陈磊也保持沉默，因为双方正忙着，对方拿了30万，陈磊拿了220万，赔给患者200万，还倒赚20万。确定陈磊花完那钱后，我发了新的小作文：是不是我的网络有问题？我回到2G 时代了，怎么那个链接打不开了？不会是诈捐吧？网友跟帖：
我也打不开了。我合理怀疑这个网站应该是新建的网站，看起来就是很像是专门用来骗钱的。建个网站几千块就可以了。于是很多人怒了，纷纷发表留言：我要退款。可是钱退不回来了，这下捐钱的和没捐的都炸了。陈磊急忙打当初那个鼠头鼠脑男人的电话，早就打不通了。陈磊急忙改了账户名，清空了自己的搜索记录，把评论功能也关闭了。但是网友们并没有放过他，他的同事也都知道了这回事，背后指指点点是肯定的。陈磊精神状态绷得不能再紧了，他可爱面子了，心理承受能力也一般。他以为钱赔给患者后能好过些，没想到现在还涉嫌在民事上构成违约，后续需要返还筹款及支付相应利息，而且在刑事上还涉嫌构成诈骗罪。我当然是扮演贤妻的身份，说一些没用的废话。没事的，你放宽心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一个大 V 发出一个帖子，指出3条疑问。疑问1：陈磊所在的医院院长被匿名举报，暗中联合众筹平台进入医院给病人推销，不管需要不需要，都凭着花言巧语让你办理筹款，最后抽取高额手续费。陈磊是不是用了这样的平台？疑问2：院长女儿谢某某疑似陈磊的亲密异性友人。据了解，陈磊本人是已婚男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疑问3：陈磊母亲似乎是故意去打狗才住院的，紧接着陈磊就众筹250万到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医院很快发布公告，确有此事。我们已经将该院长和规培生停职，后续有相关处理措施会继续告知。陈磊被迫在家休息，相关部门已经找到他，要他掏钱赔钱，也不仅仅是赔钱的问题了，还面临着要踩缝纫机多少年的问题。陈磊这下是要疯了，以他的性格绝对不可能进去的。现在他想方设法都要把这钱给补上，可是他哪里有钱？所以他把矛头转向我。之前我们假离婚，把钱转到你名下，现在把钱还给我，我抠着手指甲头都没抬，那些钱也不是特别够，还要卖房，卖房也没那么快。之前那个男人说不定就是院长派来陷害你的。哪个众筹平台能这么快就消失的？他爸看你不顺眼，也不是第一天了。关键时刻，谢欣也该出些力气了。陈磊突然冒出一句话：“你不会是故意给我挖火坑，让我往里跳吧？还没傻吗？”我笑了，让你往火坑跳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就你给我公证的那么些钱，够赔我吗？我还要等着你给我更多的好处，我才会离婚。现在啥都没拿到，我就害你。我傻呀，我跟钱过不去。倒是你，你真的确定谢欣一心一意和你在一起吗？我可是在你们医院听到风言风语呢。那个吴医生是不是也在追求谢欣？而且谢欣真的有努力在他爸爸面前说你好话吗？院长有多大权力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虽然你觉得我只看到利益，但是至少在利益这一点上，我绝对不会害你。陈磊咬牙切齿，我不信，你一直记恨我给你下药，所以你一步步设计我。你是个演员，你手段多。我摊了摊双手，那你要怎么做才信我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要我命你就得踩缝纫机。陈磊眼眶红了。复婚有法律的保证，我要是有什么债务，你得和我一起担。我现在没钱没工作，我喝西北风。我去柜子里翻出了证件，走吧，现在去民政局还来得及的。陈磊不相信我竟然愿意复婚，一时呆住了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去不去？不去过时不候。
陈磊一直盯着我看，仿佛想要看我到底在耍什么心眼。我也盯着他看，几分钟后，他答应了。他也没其他更好的办法，我松了口气。接下去有这本货真价实的结婚证才好办事。我知道他不会完全相信我的话，但是他一定早就开始怀疑谢欣了。经过这么多事，陈磊开始神神叨叨的，有时候还会突然对着墙壁说话，脾气也越来越暴躁。至于谢欣嘛，我拍了民政局大门和那红彤彤的证书给他，他已经气得没空和我打字了。一大段几十秒的语音证明了他对我的愤怒。我用录音笔录下内容，同时语音转成文字，一条条截屏下来了。我等着他新一轮的挑战。反正这女人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妥妥的恋爱脑，完全没有主见。别人一刺激，他立马上当。我可是等着看他和陈磊怎么狗咬狗，没想到这速度还是挺快的。这次见面，他没有了以前的意气风发，本来就偏瘦的身材更瘦了。陈磊看到他并没有高兴。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躲起来？你不是说你爸什么都听你的吗？我插了一句，陈磊，你别怪他，人的本能都是趋利避害的。而且你想想他爸爸多厉害的一个人啊，肯定会为自己的女儿着想的。你以为人人都是我呀？舍不得跟你离婚。谢欣盯着陈磊有些冷静。现在我因为你成为所有人的笑话，你竟然和林双复婚了。陈磊气急败坏，那我倒是想跟你结婚啊，你人呢？你不是出不来吗？那你现在怎么又出现了？谢欣冲到陈磊面前，你急什么？我都不急，我看你就是摆明想脚踏两条船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谢欣从包里掏出一把刀，就往陈磊的脖上抹了过去，哗啦哗啦的血涌了出来。谢欣丢下刀子跑了。陈磊跪在地上，双手按住自己的脖子，看向我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快送我去医院。”我想起我见红那天，他说小事就回房了。我站着没动，笑了。陈磊瞪大了双眼，伸出一只手来抓我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小事，不急。”另外一只手掏出手机报警和120，把陈磊送进了医院去抢救。谢欣也很快就进了派出所，还好我有监控，不然我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谢欣果然是专业外科医生，竟然没有动手，要了陈磊的命。他侥幸逃过一劫，但是我可是陈磊的合法夫妻，有人要杀我老公，我哪里能善罢甘休？我当然是报警了。不过没有人希望谢欣被抓，包括我。我给陈磊吹耳边风，让谢欣帮忙筹钱赔那个平台的漏洞。经过调解，陈磊出具了谅解书，拿了赔偿费用。谢欣受到的惩罚也相对轻了些，钱去了他该去的去处。陈磊涉嫌的诈骗罪也不会因此而消除。我也不希望他进去，毕竟我更想送他去别的地方。出院后，陈磊在家休养。为了照顾陈磊，我还专门推掉了工作。照顾一个失去意气风发的男人本就很难，加上我时不时冷嘲热讽，吵架、争执、动手是难免的。陈磊动手打我的第一次，我没有还手。婆婆在一旁唉声叹气，却没有阻止。等这场小风暴过去了，我让她好好休息，自己出门去医院做验伤报告，也去派出所报警留了笔录，还请了居委会、妇联来家里做调解，这些都是证据。调解后，陈磊答应改掉坏习惯，我也在大家面前答应和陈磊好好过日子，演个相亲相爱的样子。我在行，可是陈磊想要回到从前没那么容易的。第一次动手就有第二次，但是第二次我就还手了。
婆婆拉住我不让我还手，还瞪我：“你好好体谅他，我儿子不容易。”我嗤笑一声，用力拉过婆婆，挡在我面前。陈磊的拳头砸在她身上，婆婆身体颤了颤。陈磊停止了打人的动作，我伸手在她心口顺着气。从出事到现在，你精神一直绷着，我知道你没病，你应该是被人精神控制了。我转脸看向一脸担心的婆婆：“妈，没事，她这是受了激行为冲动而已，但是还是得去看下精神科医生。”陈磊坚持说自己没问题，我摸了摸他的头：“你当然没问题，你现在这样的状态只是小事，只是妈肯定担心你。现在看个精神科医生是很正常的事，现在人压力多得借助外力来解压。妈，你说是吗？之前我在医院照顾你的时候，其他病友背后嘀咕什么，你忘了吗？”婆婆一听，整张脸失去了血色。我听说是他儿子教他这么做的，这样的儿子精神肯定是有问题的，哪里有这么狠的儿子让自己妈妈去遭罪的？但是婆婆还是不同意送陈磊去看医生，我只能作罢，我不能太急了。那天婆婆炖了鸡汤给陈磊喝，但是因为味道有些淡，陈磊直接把汤给推掉了，汤洒在婆婆手上，立马红了一片。我安慰婆婆：“妈，陈磊现在这个情况，我觉得还是去精神病院看看吧。他身体已经好了，但是心理上还没好，这样下去不行。”婆婆不同意：“你胡说，我儿子才不是神经病。”我叹了口气：“没人说他是，但是他这种状态肯定是不对的。陈磊自己是医生，他会不清楚吗？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这辈子就毁了，他眼看着就要飞黄腾达，你甘心吗？”婆婆同意了，但是我叫她别去，婆婆也不忍心看着自己儿子被送去精神病院，就同意了。陈磊不愿意去，我请求社区和派出所的帮忙，直接把他带到了精神病院。我提供了当初陈磊2次下药让我流产的报告视频，前段时间发生的2次热搜事件相关材料，以及他涉嫌诈骗虽然处于缓刑的状态，以及陈磊动不动情绪失打砸家里的视频，还有医院给我出具的遭受家暴的相关证据。医院让陈磊做了一些常规的测试表，初步诊断他确诊了妄想性障碍、心电图异常和低钾血症。观察7天综合评估后，医院认为陈磊情况严重，需要入院治疗。谢鑫知道后跑来医院要求见陈磊：“这都是你的阴谋，陈磊没有病，你要陷害他，我要带他出院，我要报警。”我笑了：“你是以什么身份去报警的？小三儿。”可是我是陈磊结婚证上合法的第1监护人啊！我不同意，你说破天都没有用。谢鑫找了婆婆，婆婆开始怀疑我有问题。我笑了：“妈，谢鑫如果真心对陈磊，你觉得陈磊会走到这一步吗？妈，你不用被狗咬，陈磊不会违规操作，不会赔钱，不会走到这一步。他有钱有势，却不肯帮忙，还差点亲手要了陈磊的命。我没钱没势，工作推掉了，为了让陈磊安心，还和他复婚，谁情深你看不出来吗？妈，当年你和爸离婚，不就是因为小三介入了吗？在我的婚姻里，谢鑫就是小三啊！而且我听说谢鑫有很多追求对象，你真的能保证谢鑫肚子里的孩子是陈磊亲生的吗？婆婆被提及当年的伤心事，加上谢鑫的无所作为，甚至差点杀了陈磊，婆婆终于醒悟过来了。她恢复了泼妇的本性，扑向谢鑫，啪啪2巴掌甩过去。谢鑫哪里受过这种气，和婆婆吵了起来。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，一个1.5米而且150斤的泼妇，
蟹心不敌，直接摔倒在地上，一直喊肚子痛。我躲得远远的，生怕被他讹上。但是陈磊在精神病院待不下去，想要出院，我不同意。陈磊自己写了一份声明，声称自己不是精神病患者，说是我故意把他送进去的。但是医院和我都不同意他出院，医院收他这个患者的程序全部合法。再说了，哪个精神病人会承认自己有病呢？陈磊如同丧家之犬一样求我，我在这里生不如死，像在地狱。他们要我吃药，还电击我，我要回去当医生。我低下头看着他笑了，小事不急，你不是已经被开除了吗？还怎么当医生？就算你出去了，有哪个医院敢收你？对了，谢欣肚子里的孩子还在医院保胎呢。那个吴医生天天守在病房里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孩子，我也没问，就听你们医院那些小护士在那边说的。陈磊拼命砸床，你撒谎，这一切都是你陷害我的。我笑了，在他耳边轻声开口，我陷害你什么？我可没有，我哪次不是实话实说呢？但是你走到今天，确实离不开我的功劳，毕竟这也是你给我下药的报应。人家都说报应会来的，没想到你的报应来得这么快而已。陈磊冲过来，双手用力掐住我的脖子，我要杀了你！一些医护人员立马冲过来了，给他打了镇静剂。陈磊一边挣脱一边喊，我没病，都是这个毒妇害我的，你们放开我！可是谁会理他呢？在其他人的关心下，我摆摆手，缓了一口气，才慢悠悠地开口，我没事，你们不用管我，你们只要好好照顾我老公就好了。调整好精神后，我走出了精神病院，我也该开始我的工作了。可是隔天我就收到医院的电话，陈磊自缢身亡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，我还是惆怅了一下。他这么快就认输，可是我还没演完啊！我永远忘不了从监控里看到他对我下药的那副嘴脸，那是来自地狱的使者，那双手掐住了孩子命运的咽喉。只是命运如此，没了对手，戏就这么演完也行，人生哪能事事如愿？可是婆婆听到这消息后，认定我才是凶手。她向警方申请对陈磊的死因进行鉴定，并表示要追究我的刑事责任。警方上门的时候，我也没再怕。同志，这是我在本地排名第1的精神病院做的检查，你们会发现我的心境障碍问卷、抑郁自评量表测评、症状自评表测评等7项检查结果分析报告单均没有问题。还有，我给陈磊办理住院所提供的材料也都是合法真实的。你们看看，我又拿出放在公文包里那一堆材料，警官同志仔细检查了材料，没等他们开口，同志，你们可以去陈磊现在住的精神病院调查下，那里有很多人证能证明我没有罪。警方去了精神病院，那里医护人员也提供证明，我不仅不可能会伤害陈磊，反倒是陈磊在众人面前扬言要杀了我，还差点把我掐到窒息。因为没有证据，婆婆没法告我，而我和陈磊的婚姻关系也变成丧偶状态，也就是说，我是单身状态了，自由的。婆婆一下子失去所有，把一切都怪在我身上。怪去吧，没事，我把之前陈磊过户到我名下的2套房子卖掉，只是1套卖了，而我和陈磊住的这套一直卖不出去。这可是学区房啊，我想大概可能就是风水问题了，我只好把房子租出去。我以为一切都顺利了，没想到租客却找上了我。租完房子半个月后，租客实在忍不住了，林姐，作为房东，我希望你能帮忙解决这件事。
就是你的前婆婆每天半夜3更或者一大早就来我家捶大门。我们家里有孩子有老人，谁受得了这样的事？她第一次捶的时候就说她是精神病人，谁都管不动她。她总说我们家乱蹦跳，声音太吵。我们不仅没有，还铺了地毯。要不是刚交了租金，这边离学校又近，这个房子我们是没办法住下去的。租客怕我不信，还把视频发给我。我看到视频中的前婆婆，她臭怒着一张脸，拿着棍子拼命往大门口捶，那样子真的是吓人，确实像精神病人。问题是像和是真的是两码事。据我所知，婆婆并没有精神病，当然了，也不排除她受激了。你们报警了吗？报了，但是没用，警官也上门劝了，她连警官都骂，我们只能忍。说句不好听的，难道要等她什么时候激动到血管爆裂而亡吗？谁有那个精力？我去派出所和社区寻求帮助，没人对她有办法。既然讲文德没有用，那么我就不讲武德了。我和租客商量后，决定友好解除租赁关系，也退了他们的押金。我在家里地上放了一台音箱，盖上了被子，设置了每天凌晨几点定时蹦蹦蹦，看看谁先疯。果然婆婆受不了，音响声音一开，她立马跑上来砸门。大门口安装了可以喊话的监控摄像头，她一砸门便生气，就问候她：来了老妹，你又要私闯民宅，还埋怨别人家有动静。婆婆被声音吓了一跳，然后继续砸。没关系，她身体倍儿好，不过那个声音她有点怕，所以她就砸了摄像头。但是那个摄像头可贵了，5099元，我特意选这个价格的。故意破坏别人贵重物品，价格超过5000元就可以行政拘留了，罚个1000元，拘留15天，算是惩戒。婆婆出来后还不死心，继续盯着房子不放。我用双倍的价格雇了几个5大3粗的群众演员，让他们穿着网上淘来的8件套防刺服，准备迎接婆婆。婆婆一来砸，那3个演员穿着防刺服，立马跑到婆婆家里。婆婆住的房子是当初陈磊租的，1年1付，租期快到了，房东对她无可奈何，就等着赶紧解除租赁关系。婆婆泼妇本性难移，看到那几个群众演员，直接以1人之力打人，演员直接还手回去。但是力度控制在正当防卫内，我也交代他们尽量放轻动作。他们一边喊听说你是神经病，我们挺害怕的，就买了防刺服。为了自保，所以我们可能会下手。该来的人都来了，可热闹了。妈，哦，不对，要叫阿姨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得联系你老家的亲戚，让他们强制送你去精神病院了。前婆婆一听我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，吓得恢复正常了。我没病，你就是个毒妇，你害死了我儿子，我要找你算账。我知道她怕那个地方。一行人最终散了，婆婆踉踉跄跄地回了房子，那背影有些萧瑟，和当初我一人拿着流产报告和监控视频去报警有些像，只是她是自作自受，而我受的确是人为。我也该重新出发了。我拿了一个短剧本女二的角色，演一个要复仇的全职妈妈。我想我能演好这个角色的，毕竟剧本来源于生活。就像那天陈磊破天荒陪我逛街，我想告诉他医生说的有关于孩子的情况。医生说我怀的孩子因为质量不好会自然流产，即使每天躺床上保胎也很难保住，保住的几率很小。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事，存在即合理。我明明没有觉得身体哪里有不适的地方，我想让陈磊想想办法，事在人为。
一个妈妈那么想要留住这个孩子，一定有办法的，几率很小不代表没有，有爱就有奇迹，说不定肚里的宝宝就是个奇迹小孩。可是陈磊根本就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自然流产，我会花时间让自己接受事实，但是他不该这样夺走一个全心全意想要留住孩子的母亲的希望。那一刻我就释然了，真正的寒心不是大吵大闹，而是用由陈磊开始的杀戮来演一场真心捧着你，然后让你入地狱的戏。如果陈磊没有这样对孩子，现在的结局不会是这样的，顶多就是我知道他出轨了，我和他打官司分割财产，各过各的。我也没想让他死，但是却不想他好好活着。他的人生到此结束了，我的人生刚开始。人生确实如戏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